黄掌柜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陈嬷嬷，好久不见，打扰了。跟我进来吧，吴先生一直等着你呢。嗯。陈嬷嬷好气色，可是又长了月钱。就你消息最灵通。哎，你家丝线房最近生意如何了？当初我家夫君出事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丝线房也跟着倒了，好在老天保佑，硬是扛下来了。你是个能耐的。没法子，这一家大小都指着这丝线房吃饭呢。也多谢陈嬷嬷照拂。先生绣艺最讲究细致，对丝线要求一向很高，能看上你家丝线，也算你的本事。不是我王婆卖瓜，要说这精细程度，我黄记丝线房绝不输任何一家京城大丝线房。别家一根丝线最多能分出32股，我家能整整多出1倍呢。行了行了，日后叫你丝线皇得了。丝线皇，这个名字妙啊！对了，嬷嬷，您上次提过一嘴，说吴先生的新绣样上有紫锦花，不知那紫线是哪家丝线房供的？那紫色丝线不是一般丝线房能染出来的，怀州府里好几家丝线房都试过了，先生啊都不满意。我上次回去以后啊，便随手试了试，有深有浅，色都是极正的。您要是方便，顺便帮我拿给吴先生瞧一瞧。成吧，我也正为这事儿发愁呢。你随我往先生书房一趟吧。有劳嬷嬷。先生觉得如何？也是你的机缘到了，这批绣品是要送往京城的，可就缺这紫线。先生交代了，这批丝线就交给你负责。不过这次不同以往，量大时间紧，你们黄记做得来吗？能做，我们能做。先生还说了，若是做得好，今后烟雨绣楼的丝线都由你们来供。请先生放心，这批丝线我们黄记必定做到最好。行了，先去库房吧。掌柜的，如何了？成了，太好了！这单子做好，以后我们黄记就会成为烟雨绣楼唯一的丝线供应商，这生意何愁做不大？米南，先下去吧。但那吴莲和烟雨绣楼如今正在风口浪尖，这与我们无关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那批丝线给赶出来。烟雨绣楼只给我们10日的时间，我回来路上已经算过了。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日夜赶工，这批线是可以赶出来的。哪怕多加些工钱，哪怕是加人手也好，加工钱也罢，你尽管安排。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哎，掌柜的，您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同您说过，娘家有个表妹，就是刚成亲，她官人得肺痨的那个。对，她婆家呀也是个厉害的，不愿意白养一个闲人，将她给扫地出门了。娘家更容不下她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托我问问，咱黄记还要不要人手？会放线吗？纺线，我这里又不是慈济院。我就把他们追回来。你给我回来！娘，爹，真要把小妹嫁入吴家吗？那个吴莲是害她的罪魁祸首。可你妹妹她还要活下去呀！我可以养小妹一辈子。你养她一辈子，你让她一辈子不嫁人，无儿无女，孤苦终生，这就是你今后想你妹妹过的日子吗？爹，你们。
娘，这些又是吴家送来的聘礼。爹，这些东西为什么在咱们家？为什么不扔出去？如兰，爹娘都是为了你好，这吴娘子的话不无道理。咱们在公堂跟吴莲对峙到底，就算最后告赢了，你这一辈子也毁了。我不在乎。哥哥，你说过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你都会支持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退回去。我不嫁，我不嫁，我不要嫁。小妹，哥，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妈。为什么连我爹娘都不懂我究竟在意的是什么？我懂。如今我们有了宋师，只要再找到新的人证物证，便可以重新升堂。到时候只要赢了案子，吴莲便会收押，你爹自然会打消把你嫁进吴家的念头了。那我们会赢的，对不对？车来了，赶紧把这些都搬上车。好的。听到外面的传言吗？什么传言？烟雨绣楼那案子，他们议论的就是那次上门的小娘子。你理这些做什么？他们说的，我一句也不信。那小娘子就和咱家如儿一样，都是被那吃人的烟雨绣楼毁的。如儿已经不在了，再想这些已是无用。明天一早就启程，以后在怀柔府里的事儿跟咱们就没关系了。这个帕子是如儿走了以后，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在梳妆台最里头找到的。这上面记录着他在烟雨绣楼时，那个姓吴的畜生对他都做了些什么。若没有这个帕子，我怕是这辈子都不知道我的如儿都经历了什么。您当真想好了？若是这帕子，我在公堂上拿出来，怕是我
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成为第二个如儿。你也有娘亲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吴莲为他做的事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闺女，好好活着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婉儿，娘，怎么这么早就歇下了？今天有些乏了，就困下了。我呀，给你新做了几套衣裳，下次见成哥的时候记得换上。您哪来这些钱啊？跟你这样的爹过日子，这么些年总得藏点钱。不过你可千万别让你爹知道啊！我已经给你外祖母去了封信，求他促成2个小辈儿的亲事。啊，今儿实在是有些累了啊！好，那你早点歇着啊。为什么要2次升堂？我有了新的物证。那要是这样，你现在就可以呈上来，本官自会找人公断。若是我现在就拿出来，恐怕未必能等到升堂的时候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只要能求到一个公证，我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若是您不肯升堂，我就只能再去敲那堂鼓了。升堂可以，但如果这一次依旧没有确凿的人证物证，那本官就驳回此案。这次我定能证明。夫人，陈知府方才差人来回禀，说是吴先生的案子又升堂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这小姑娘倒是挺有能耐，可以逼得陈知府如此。此事看来不会善了，夫人。咱们要不要？就算真的应该要，也应该是他吴莲主动来求我才是。夫人所言极是。陪我出去走走。我已设法在京城提前打点了一番，所以这次国朝回礼的礼单中，燕羽绣大有希望。我又怎么会让吴莲在这个时候出什么纰漏？不过让他受点挫折也好，让他知道在怀州府如果要立足，定然是离不开宁国公府的庇护。可国朝回礼一事事关重大，若是让人知晓咱们国公府插手此事，会不会落人话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但是如果不争，宁国公府可能很早就已经败了。
宁国公走得早。其实怀州这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个个都是人精。你瞧瞧那陈知府，前3年我的生辰，他居然敢说不来。但最近也变聪明了，怀州府里面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他都会派人向我来报备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世道，只要你不争，就会输。我这辈子最听不得的，就是输字。婉儿，娘看你人瘦了，脸色也不好，娘把压箱底的一只簪子卖了，给你换了点补身子的药材。来，我身子好着呢，娘，我赶着出门，回来就喝。哎呀，等你回来，药都凉了，这都是上好的药材，赶紧趁热喝了啊。走了。哎，婉儿，你这是要去衙门吗？外边都传开了，说那个案子又要升堂了。娘知道，拦也拦不住你，你要去便去吧。只是你这身衣服太艳了，不适合上公堂，换身衣服再去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在下赵雨成，乃是令如兰的讼师。本官怎么不知你还请了讼师啊？令娘子是闺阁女子，对本朝律法自是不通。今日便由在下替她分辨一二，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。那日吴莲在堂上曾说过，是你为了习得秀艺，请他私下指点，也是你未通情爱，主动勾引。知府相公仅凭一面之词便相信了他，未免太过偏颇。偏颇？那好，你说说看，如果你说的都是实情，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报官？既然当时没有报官，现在为何又突然诉诸公堂呢？自古女子的贞洁便大于天，令娘子在绣楼失了身，又遭了哄骗，自是不敢第一时间声张。那现在就可以闹得满城皆知吗？那是因为令娘子已经看穿了吴莲的虚伪，在这烟雨绣楼中，像她这般的受害者不止一个。行了，娘，先走了啊。娘，怎么样，见着孟婉了吗？走。本官倒是记得，当日在堂上你是说过，还有很多受害者，
但我让你报上名来，你却又不知，这不是空口白牙吗？这次我有证据。那呈上来看看。这方帕子的主人名叫丁如，也曾是烟雨绣楼的绣女。如若相公还记得，就是前些日子在烟雨绣楼里坠井而亡的小娘子。这方帕子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丁如在烟雨绣楼里所遭遇的一切。丁如踏入烟雨绣楼不足半年，便丢了性命。她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自枪。那事儿我记得，他不就是未成婚便有了野种吗？没脸见人呗，死不足惜。那你们可知道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何人的？谁知道他自己跟哪个野男人鬼混的呀？就是啊，该不会是吴先生的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错，是吴莲奸污了他。丁如性子软，经历了此事之后，自是不敢声张。不久后，她便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更是绝望。可那吴莲又是如何做的呢？他不单对丁如的哀求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威胁他，说他如果把此事声张出去，便毁了他。丁如走投无路，才选择了投井。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就这么被逼死了。真的是这样？我听着倒不像是编的，那帕子不就是证据吗？可不就是？要说一个是不可，怎么可能个个都是啊？我记得那丫头的年纪好像跟我家闺女差不多，真是造孽呀！亏得我没把我家那个锁烟雨绣楼去，真是祖上保佑啊！肃静。一张帕子能说明什么？而且现在丁如已死，死无对证，你们又如何证明这帕子上写的都是实情啊？这烟雨绣楼中有不少的绣娘、嬷嬷，自是知道些什么。大人如若不信，大可传唤他们，挨个前来问话。来人，相公，去烟雨绣楼，把绣娘和嬷嬷通通找来。是。人呢？该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？婉儿啊，娘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咱们趁着日子浅，赶紧把这胎落了，越往后越好。可不能让别人听见呐！你乖，你好好在家待着啊！娘趁早啊，会尽快的把你的婚事定下来，让你嫁出怀州府啊！好，听话，娘不会害你的，你是娘肚子里出来的啊，娘不会害你的。醒了就过去了。醒了就好了。哎，快走！听说有人状告烟雨绣楼的吴先生。走。你们可曾有人见过吴莲同丁如有亲密接触的？这烟雨绣楼的内院只有女子，丁如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是凭空而来吧？可那外院还有小厮呢，又不是整个绣楼只有先生一个男子。那你们又有谁见过丁如与小厮有往来的？我好像见过。详细说说。约莫是2、3个多月之前，有天夜里，我从绣房回去，有些晚了。我经过外院墙边时，看到丁如
同外院小厮孙才在那里，看起来有些亲密。我没敢多停留，就赶紧回厢房了。哦，嬷嬷，您是不是也见过？是啊，我的确也见过。那丁如啊，经常偷偷溜到外院的杂间里去见那孙才，有次被我见着了，我还训了他几句呢。那孙才人在何处？把孙才带上来。是。下跪何人？回知府相公，小人便是孙才。本官问你，你同丁如究竟是何关系？我若不从实招来，本官只能刑讯了。是他先勾引我的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你胡说！知府相公饶命！知府相公饶命啊！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知府相公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若是这丁如同这孙才真的有私情，那这帕子你又是从何而来啊？你莫要相信他们的话，这帕子是丁如临死前留下的，这帕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知府相公，此事在下之前未能查清，确有争议。既然丁家父母尚在，不妨将他们传来一问啊。这丁如死在烟雨绣楼，这丁家父母定是心怀怨恨，他们说的话又如何能作数呢？这倒是不难。您仔细看看那帕子上的字迹，再请丁家父母取一些丁小娘子生前的字帖来，一对便知。大胆令如兰，竟敢伪造证物，你可知罪啊？我没有。知府相公，您说令小娘子伪造物证，可有证据？你刚才说这方帕子上的字迹是丁如死前留下的，可本官刚刚看了，这上面的墨迹分明就是新的，断然不会超过12个时辰。丁如已经死了半月有余，怎么？你还想狡辩吗？不可能！你是说本官当堂诬陷你吗？那帕子是昨夜丁如的娘亲手交给我的，不可能有假。那你就是与丁家父母共谋此事。来人，把丁家父母带上来。相公，我同丁家住在同一个巷子，他们一家人今日天刚亮便举家离开怀州府了，此刻怕是已经出城走远了。跑了？那定是心虚才会逃跑吧？令如兰，哼，你还有何话讲？知府相公明察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不管是丁如也好，还是上次的柳三娘也好，我们都没有骗人。绣楼里那么多的绣女，知府相公，您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一个一个去查问。此事确有道理。若是能把那柳三娘给寻来，定能问得清楚。可这柳三娘当初是被赶出的烟雨绣楼，是否会……合着是被赶出去的？我说嘛，这为什么好好的烟雨绣楼不待着，非要跑去做青楼妓女？这种人，肯定跟丁家父母一样，对烟雨绣楼心怀仇恨，就是想陷害吴先生啊！我就说嘛，当初我就觉得他俩是合谋。哎，肯定是合谋，没错。该不会真的如他们所说，是你伙同丁家父母和柳三娘？
是你。是什么？这帕子是你换的，这跟昨夜那方帕子根本就不一样。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有机会碰它。这令小娘子可不能胡说啊！这个罪名在下可承担不起。若不是之前你诚心前来求我，我又看在表妹的份上动了恻隐之心，才结了这个案子。我同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啊？这物证确实是伪造的，是赵宗生伪造的。知府相公，请明鉴。你叫我如何明鉴啊？你是说你呈上来的物证，说是你请的讼师伪造的？等你们私下对好口供，再让本官明鉴吧。婉儿，出门啊？生病了，我让你杨叔把车推回来，送你去医馆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你们是何人呐？我们是烟雨绣楼的绣女，今日是自愿出来作证的。都是替令如兰来作证的吗？我们是不愿意看着先生白白蒙冤。没错，先生那么好的人，不能让令如兰给害了。我们入烟雨绣楼以来，吴先生对我们都耐心指点，绝无半点逾越。就是，吴先生平日里最是注重礼节了。倒是这个令如兰，我好几次看到先生在给我们授课时，他就故意跑到先生面前搔首弄姿的，而且还经常大半夜的打着请教的幌子去叩先生的房门呢。我还见着他痴缠于吴先生，明明是自己投怀送抱，现在却跑来反咬先生一口。我们可不答应，就是不答应，不答应。吴莲这样玩弄你的情感，你甘心吗？就不想让他付出代价吗？高娘子，你说我方才说的可对，我们可不能让这令如兰就这样凭空误了先生的清白啊！对呀，高娘子，对呀，快说话呀，快说说吧，你说娘子，你说呀，高娘子。没错，高娘子，你看，堂下肃静，肃静！令如兰，你可知道诬告在本朝可是重罪？哎，快走！哎呦，知府相公！知府相公，知府相公！哎呀，知府相公，小女不懂事，我们不告了，不告了，不告了。这里是公堂，岂容你们如此儿戏？知府相公恕罪，是我们不好，是我们冤枉了吴先生，我们可以当面致歉。哎呀，还望您网开一面呐！爹，令如兰，本官念你是初犯，只要你撤回状纸，本官可以既往不咎。我们撤，我们撤，我们撤！爹，我们撤！
队长。为了你的事情，整宿的流泪。你瞧瞧，你都干了什么事儿，配得我们还相信了你？快告诉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啊！跟娘回家吧，啊！跟娘回家吧。以前我倒是没看出来，你是个傻的。你瞧瞧，到头来连这些你最亲近的亲人都不相信你。还好我没有真的犯傻。从来就没有让你们任何人出来帮我作证，可你们为什么要说谎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告赢了又如何？自会有律法来惩罚吴莲。没错，吴莲是会被定罪，烟雨绣楼可能会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些曾经所有踏入过烟雨绣楼的绣女，无论她们有没有被侵犯过，她们的名声也就全都完了。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？这件事里根本没有淑玉，你是在维护你想要维护的声誉。他们也一样。这件事儿，你从一开始便说了。哎，干嘛呢？遇到了，你的身子骨都这样了，还想凑热闹？晚了，那姓令的小娘子啊，都已经认罪了，就是她冤枉了人家吴先生。赶紧走吧。方才那场戏，吴先生可还满意啊？令如兰这几日在怀州府四处找宋氏，
他要找宋师，那便给他一个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找一个宋师给他送去？主动送上门的，他未必放心，还得是他求来的。哼，先生所言极是。每一位进入烟雨绣楼的女子，都会有人将她们的家世背景，还有亲眷调查清楚。我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孟晚有一位表哥，在做宋师，还有些名气。可这孟晚与令如兰很是要好，要的便是如此。你去将此人的底细调查清楚，摸清他的软肋，将他引来怀州。至于后面的嘛，孟晚自会替我们完成。去吧。是。后面的事儿，按计划进行即可。我要见吴先生，见不到吴先生，我不敢保证后面的情形会是如何。我去安排。吴安说你要见我，是。我原本以为只是桩无关痛痒的诬告，可见了那令如兰，我才知道这里头大有文章啊。赵宋师大可直言，不必绕弯子。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人是我自家表妹带来的，我这么做不太合适，您说是吧？酬金可翻倍，不是钱的事儿。钱只是一时的，我想要的是长久的收益。你想把生意做到怀州府来？吴先生果真是聪明人。这江南一带多富商，若是能在这怀州府做出点名头，那才是长久的生意嘛。而且我听说，烟雨绣楼同宁国公府交情匪浅啊。坐。看来赵宋师这功课做得不错呀。吴先生意下如何？等此案了结，我设法替你在怀州府铺路。哎呀，那就先谢过吴先生了。今日做得不错。我要的可不仅仅是钱啊。先生答应的事儿，自会兑现，你且等着就是了。那我就等着吴先生的好消息了。吴先生今天这手釜底抽薪，玩的可谓是出神入化。今后没人再会相信那令如兰的话。一切都在先生的意料之中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外面都议论烟雨绣楼那案子，可有什么结果了？若是现在他们出了事儿，那咱们可就……此事已成定局，很快就会结束了。烟雨绣楼
这次没了。陈嬷嬷，请喝茶啊！我就说你是个能耐的，这绣庄才刚开3年，都要赶上我们烟雨绣楼了。也就是面子上红火，落不着几个铜钱，怎敢跟吴先生比呢？这还不落钱？缫丝、染色、织布、绣花，你这院子里都全活了。除了乡里那些养蚕户，谁还能从你黄掌柜手里抠几枚铜钱出来？陈嬷嬷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我们黄记能在怀州有如今这名堂，还不全靠咱们烟雨绣楼在外吆喝帮衬吗？城里绣庄多，人多嘴就杂，咱可不敢信那些讹言谣传啊。陈嬷嬷说的是什么谣传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随口一说，随口一说。哎。就是自从你这绣庄开起来啊，丝线都自产自销，不往外卖了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没走动了。实在是自家都不够用，怎敢往外卖呢？卖个3车2捆的就不说了，这1卷2卷的，总是无甚妨碍吧？陈嬷嬷今日来是想买我家丝线？吴先生绣了一幅白鹤穿云，着急要用紫线勾那翅膀的边儿。找了许多家，不是染色不正，就是质地细软，寻来看去呀，都不如你丝线皇家的趁手。那我可真该打了。怎么了？这紫线需要用苗子根去制成染料，可我们绣庄已经用尽。不行，这陈嬷嬷难得开口，总不能让您空手回去。阿南，去帮我拿个小锄头。你拿锄头做什么呀？我这边出城上山。哎，陈嬷嬷，你等我3、5日，最多半个月，我就是把这后山挖空了，也要把这苗子根给您寻回来。黄掌柜如今生意做大了，我可不敢承你这大恩情。您忙。哎，陈嬷嬷，您别走啊，我还想留您用晚膳呢。这陈嬷嬷，整日在外毁我们绣庄名声，她还敢上门？今日还是撕破脸了。往后这烟雨绣楼，更不会给咱们留活路了。那吴莲娜，现在自身难保了。您瞧瞧，方才外面捡的、贴的，漫天遍地的。掌柜的，您没事吧？掌柜的，这陈年旧事，咱们就不跟着掺和了。只管做好我们自己家买卖便是。算了，去看看我们家那个大单子吧。
进展如何？大修缮快修好了，剩下的还得些时日。您说这买家也挺奇怪的，3个月以来钱都按时送到了，人影不见斑了。这修好了给他送哪儿去啊？只要给钱就行，管他是日是鬼。最近外面不太平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藏好，千万不要出去走动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再等等，等我和府衙的关系打通好，我便将你们去马上户籍姓名，日后你们就可以不用提心吊胆、躲躲藏藏了。快忙吧。他果真如此说？可不是嘛！起初若不是先生赏识他的手艺，他那丝线坊只怕早就倒闭了，哪会有如今这好生意？果真是无奸不商。罢了，拿金线来吧。是。哇，这件白鹤穿云真是好看啊！哎，但是为什么你这鹤的翅膀用的是金线呢？因为时间紧迫，未能寻到那上好的紫线，便用这金线代替了。不过这金线倒是给这绣面更添几分华贵之气。也是，真不错。您断定这娄夫人会中意这燕雨秀？其实几年前她已经来求过燕雨秀了，她还跟我打听过，不过当时我婉拒了她。谁能想到娄明章，他会有如此好运，竟然可以升到提刑司。对了，你先跟我说说，我在他面前应该怎么夸赞这件绣品呢？这幅绣样是出自大家秦期制的《白鹤穿云图》，绣面雅致，寓意吉祥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世上无双，只此一件。吴莲，娄明章他现在已经住在衙门，目的就是一定要将你查办，所以如今应该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再出什么差错，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救你了。多谢夫人关怀，吴莲谨记。这件白鹤穿云是吴先生花费了半年的光景，一针一线亲自缝绣，放眼天下绝对不会找到第二件。夫人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哎呦，我真的不能收。你不必跟我客气，你难得来到我们怀州府，我怎么可以让你空手而归呢？妾身初次登门，无功不受禄，我真的不能让夫人这般破费呀。娄夫人，这礼物的确是万分贵重，夫人也确实花了许多心思。但您与娄相公为了百姓生计，微服私访，风餐露宿，也受尽了苦难，在如此公的面前，区区一件烟雨袖，又怎值一提呢？这国公夫人也是感念您夫妻二人一心为民克己奉公之美德，才有意以此美物相赠。您呢，就别再驳了国公夫人这番心意了。这位娘子的嘴真是巧啊！她可不只是嘴巧，
他烹茶的技艺呀，也是一绝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。有机会，你跟我一起尝尝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在推辞，反倒觉得拿巧了。哎呀，这便收下。在这儿再谢过国公夫人了。你不用客气。哎，娄夫人，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怀州府的醉仙楼啊？什么醉仙楼啊？人家说了，就是小酌一番，不谈公事，你怕什么？嘿，这身衣服漂亮。天下独此一件烟雨袖，宁国公夫人送的。夫人，咱不贪这种便宜，只怕日后啊牵扯不清，赶紧退回去。我要是不退呢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不退也得退。好啊，娄明章，你才升官几天呀，摆谱就摆在我头上来了。退这就退，还不如写封休书，直接把我退回娘家算。哎呦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咱不闹行吗？啊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案子查得如何了？此案蒙尘已久，当年的宋氏也不知所踪，那位小娘子的父母也因循养护，无从下手啊。既然此案要查烟雨绣楼与宁国公府的勾结，明晚宴请不正是大好时机？行，听你的，陪你去会一会这位宁国公夫人。娄相公，好久不见。拜见国公夫人，下官公务在身，不敢登门叨扰，还望夫人莫要怪罪。哎呀，不必多礼。饭菜都要凉了，我们落座吧。娄夫人，这衣裳果真没有送错人，跟你的气质呀，真的非常相配。哎呀，全赖夫人眼光好。是夫人你长得好，坐。来，请坐。娄相公初到怀州，我们怀州就发生了骚乱，真是让您见笑了。国公夫人虽常驻怀州，却不负责州府公务，无需自责。可能娄夫人会懂。我们深宅妇人日子乏味，平时只会弄些胭脂水粉，或者是丝绸刺绣。我们怀州府最出名的就是烟雨绣，所以我自然就会成为吴莲的老主顾。这次他惹成这样的事端，其实在百姓心中可能已经对我有了怨言，我这心里面实在是难安。哎，国公夫人，7年前宁家小娘子的事还有印象吗？依稀记得，但只听说那个小娘子名声不佳，似乎好像是定过亲的。她还跟那个什么黑风寨的土匪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。您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
哪有什么证据啊？都是从街头巷尾听过来的。如果娄相公想知道，可以去查问便知。啊，好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来，咱们吃饭。啊，来，请。是你安排的吗？回夫人，不是。这白鹤穿云图果真不俗，只是一夜时间可绣不出来。将城内最好的画师都悄悄请来吧。停！想干嘛呀？你个脏东西，你从哪儿来的？退下！我叫你退下！小姐妹们，认错门了！哎呀，乱了套了，乱了套了！点歌舞的是新月阁，这里是如月台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客官，打扰了。哎，你们继续。哎，你怎么还上桌了？还坐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客人都等着急了，赶紧走吧！快，客人都等着急了，快点儿！来，哎呀！夫人，吴莲，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这距离太后寿诞已不足2月了。礼部的信函，简直就好像催命符一样，每隔2、3日就会寄来一封。其实我明明已经交代得很清楚，我说寿诞前1日就一定会送到。夫人，您还打算用燕羽绣？你别在我面前提这3个字。如果我再用这个阴鬼，我真怕不知何时我的头就不见了。往年贺寿，夫人一直用那阴鬼的刺绣，太后也认他这块招牌。若今年弃用，夫人可有其他打算？今天叫你来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吗？夫人稍安勿躁，妾身当真有一人选，只是不知夫人认与不认。谁呀？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
我昨夜呀，在醉仙楼前瞧得一清二楚，那吴莲羞得满面通红，狼狈至极。今天早上，徐家小丫鬟就到各绣庄搜集绣样，您说这不明摆着吗？看来这国公府和烟雨绣楼是彻底要闹掰了。吴莲这点事儿啊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国公府的匾额都被摘了，您说能不掰吗？哎，不对呀，都已经入夜了，你独自跑去醉仙楼做什么？啊，昨天呢，有个小丫鬟来过，叫我带起绣样去醉仙楼见她主人。我还纳闷呢，哪有挑绣样去酒楼挑的呀？你见到人了吗？没见到，定是我去迟了。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算了，你快去帮我备些绣样，要最精致的。我要往徐家去一趟。您现在去徐家，那早已人满为患，怕您挤都挤不进去了。哎，这个徐家大娘子也不知是怎么攀上宁国公夫人的。就是一个田房娘子能这么快掌家，那必然是有些手段的呀。今日我们若是能搭上她这条关系，将绣品送进宁国公府里去，日后可就不愁没生意做了。就你家那间小绣庄，也真难为你不怕费鞋底，还专门跑来这一趟。哼，你们红源绣坊是挺大，10个绣样，9个半都是仿着烟雨绣楼来的。就算送到了宁国公夫人眼前，她能分出来？咱们怀州府的绣庄，谁家没仿过烟雨绣？怎么也跟那生气了？各位掌柜，可以见我们了呀！实在是抱歉，我们家大娘子今日不见客了，各位改日再来吧。不见客啦？那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？实在是抱歉，今日要不就先请回吧。对不住了。我带着上算了，我们改日再来。是，辛苦各位了，请回吧。白来这里。来，翠妹妹，这儿呢。那些绣庄老板，我都替你赶走了，眼下可无人与你争了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来，翠妹妹，有拉链了。哎，这不行，这毡子适合你，戴上吧，多好看。多谢黄掌柜，那我们走吧。大娘子，这位是黄记绣庄的黄掌柜。久闻徐大娘子美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俗。这生意人就是嘴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丝线黄这个名号，您可听过？听闻这烟雨绣楼吴先生绣艺精湛，对丝线要求也甚高，却唯独钟情于一个叫丝线黄的，那便是我了。大娘子，您这是？绣样就不用看了。若你今日是为国公府而来的，不如直接带我去你的绣庄一看，可有什么不便？方便方便。若大娘子想去，咱们这边出发。我早年做丝线起家，得了丝线黄这个名号。3年前，我拆了丝线坊，挂了黄记绣庄的招牌。这边请。掌柜的，您回来啦！见过徐大娘子。徐大娘子，这便是我们黄记的招牌，我独创的怀金绣。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风情。大娘子好眼力，
我这怀金绣是以一种叫金绣的针法，再融合着我们怀州的绣艺，这绣面杂而不乱，繁而不庸，独一份的华贵，这别家可是瞧不见的。在咱们怀州府，清淡素雅的绣品最好卖，你为何偏要绣这怀金绣呢？大娘子，请。我们手艺人最讲究的就是我有你没有。如果人人都要模仿烟雨秀，那人人都会被烟雨秀楼压一头，这生意做不大的。快上座。看来这黄掌柜虽为女子，报复心却不小。徐大娘子，咱们都是女子，自然知道女子的不易。我是个寡妇，这绣庄里养的都是女子，这人人都要糊口。可这头上顶着烟雨绣楼，这生意难做啊！眼看着我们这黄记绣庄就要倒闭了。黄掌柜，您这绣庄在怀州府都是排得上名号的，何来倒闭一说？总之，我们空有一身好手艺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把这销路打开。如今这是个烂摊子，若您不嫌弃，愿意帮着捯饬捯饬，这绣庄日后便是我们两家的合本买卖。但凡能赚到一吊钱，便有您的一半。黄掌柜，这合本买卖先不提。倘若真要让我把你这怀金绣推到国公夫人面前，也得知根知底吧。不知黄掌柜可否让我见一见你未露面的朋友？之前我一直以为黄掌柜不知从何处学来了一种怀州罕见的针技，但今日造访，却发现院中好几处晾晒了几件旧衣裳。那几件衣衫的样式不像咱们怀州的，所以斗胆一猜，若是猜错了，您便当我胡言乱语就是了。徐大娘子，果然是聪明人。没关系，别怕。3年前，我下乡收桑蚕，遇上几个逃难来的女人，我看她们可怜，便将她们藏到我的桑蚕筐里，带回城中养在家里。当时我开丝线坊攒了一些钱，又发现这几个女人会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刺绣，便是金绣。两下一合计，我们黄记绣庄和怀金绣便都经营起来了。黄掌柜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那你可否愿意将我们黄记绣庄往国公府送一送？我倒是敢送，只怕你黄掌柜接不住。如何接不住？1个多月后便是太后寿诞，国公夫人身负县里重任。如今他已经弃用烟雨绣，却还未能找到能取而代之的东西。眼下正如热锅蚂蚁一般，急得心乱如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让我顶上去？你若真能顶上去，国公府日后所有的担子便是你黄记的。倘若这太后穿上怀金绣，在寿宴上走一圈，只怕整个京城都要找你黄掌柜发担子了。就是不知你黄掌柜敢不敢？我敢。可你知道，若你接了这活儿，便是吴莲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只怕他做梦都想扒了你这小绣庄。
徐大娘子，我敢，富贵险中求，有钱不赚是王八蛋。不过，就只剩1个多月，这国公夫人她想要送什么绣品去贺寿呢？只怕时间来不及啊。3个月前，你这不已经接了一个贺寿的单子吗？这3个月前的单子是你下的？走吧，国公夫人已恭候多时。因为皇继和烟雨绣楼的竞争关系，你早就注意到了怀金绣，并在3个月前就下了单子。后来还故意引我家那傻芸娘去醉仙楼看戏，让她当传话头，故意让我送上门。徐大娘子，你这弯子绕的，怪不得能在国公府受宠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事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与那烟雨绣楼到底是何过节？为何要处心积虑地推我上位？难道……黄掌柜，到了。夫人，黄继绣庄的黄掌柜到了。参见国公夫人，国公夫人万福金安。夫人今日可是身体不适？坐吧。夫人，这就是黄继绣庄的怀金绣。这是哪来的？这是咱们怀州府黄继绣庄的绣样。这个刺绣手艺，似乎以前见过。那个瘸腿的算命先生来闹过一场之后，我不是让你去找一些绣样回来，你已经把这个拿给我看过了。是，妾身第一次来国公府请示时，穿的也是怀金绣。是因为你一早就想好了，要把这黄继推到我面前。咱们怀州府各个绣庄都大同小异，只有这怀金绣不同，妾身私心喜欢。反而你的闺中密友令如兰，她却喜欢烟雨绣。吴先生终于记起我了。徐大娘子，孟婉，这些年来，国公府进进出出这么多人，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看得上眼的。有些时候，我并未当你是下人，我甚至当你是朋友。而你，这几个月以来，居然把我骗得团团转。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夫人，自7年前如兰生死那日起，我们便不可能是朋友。夫人让我想自己的后果之前，不如先想想自己的退路。你什么意思？夫人可想过，为何吴莲走私案一曝光，这娄相公就这么巧出现在了我们怀州府？都是你安排的。既然您已知晓我的身份和目的，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这些不过就是开胃菜。吴莲这个人，您保不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可以就地诛杀你？夫人当真以为，凭我孟婉一己之力，便能走到今日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这些年，吴莲身上背负的人命太多。烟雨绣楼里的女子，有在冰冷井水中溺亡的，有吞绣花针扎肠破肚的，有在闺房里挂起3尺白绫的，还有小产是血崩而亡的。可他至今还能逍遥法外，那便少不了您的庇佑。所以您可知您这双金尊玉贵的双手上沾满了多少无辜女子的鲜血吗？就算这些全部都是吴莲犯的罪，那也是他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您并非罪魁祸首，所以我也从未加害于你，所以我也至今还在请求您为自己想一想，走私案、奸污案，如今满城惶惶，娄相公也已经盯上吴莲。倘若您真是个聪明人，最应该做的不是诛杀我来保吴莲，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先自保。夫人，这本就是一场赌注，只是看夫人想把自己的注压在我身上，还是吴莲身上。你别以为我对你好，你就可以漠视一切。妾身感恩夫人赏识，明辨是非。妾身也从未害过夫人，今日一字一句皆是肺腑之言，就看夫人信与不信了。孟晚，我国公府以后，不许你再踏入半步！滚！这些时日，承蒙夫人照拂，孟晚在此谢过。滚！你的脸无妨。令如兰这个姑娘，我也是见过的。大概就是在7年前，她和吴莲对簿公堂之时，请了个讼师。可我前一天去烟雨绣楼送丝线时，看到那个讼师被带进吴莲的书房里去。这件事情我一直藏在心底，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前几日，我在城中看到那些血红壮志，我心里就不安生，总觉得愧对于他。当年是我太傻了，总以为能救他。如今你已知晓前因后果，若不愿意再趟这趟浑水，我也绝无怨言。徐大娘子，我虽重利，但你说这话可就小瞧我了。我能养活这黄记绣庄满院子的女人，能够冒险藏着那几位逃难来的绣娘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黄娇娇眼里就只有钱吗？黄掌柜大意，我食言了。孟晚，多年未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哼，是我愚笨，竟被一个假名字骗了这么久。顾松菊，这个名字应该别有深意吧？
你想说什么，直说便是。我曾听过一首小诗，其中有一句叫做“愿兼如兰心，共缔松菊盟”，你可曾听过？自然听过。坚守如兰之心，缔结松菊之盟，正是我本意。我真是低估了你对令如兰的情谊啊！第一次见你，只是匆匆一瞥，只是觉得有些许面熟。之后你和国公夫人到绣楼来看绣样，我将你这张脸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又翻查了绣楼里留存的绣娘画像，才愈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。只因被困大川多日，此事又被耽搁了许久。回到绣楼之后，我便让吴安去调查了你顾松菊的身份。你再帮我去查另外一个人。先生请吩咐。徐之阳，徐员外家的田房娘子，名唤顾松菊。你派人去齐州，将她的底细一五一十的给我查清楚。另外，最近派人盯紧她，看她去过何处，与谁人来往，好好记下。我派去齐州的探子还没回来，你便自己露了马脚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我近期的遭遇是那刚出狱的刘瘸子在背后捣的鬼，直到吴安碰到你们二人私会，我才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怪事连了起来。你费尽心机做的这些事，如今功亏一篑，心里作何感想？吴先生，胜负未定，功亏一篑更谈不上吧。你之所以如此执着，是因为你心里对如兰有愧吧？这些年，你睡过几个好觉？那您呢？这些年戕害这么多无辜之人，又能得几日安稳？孟婉，你即便招来一个提刑司又能如何？这等民间桃色小事，你当真以为朝廷会重视？如兰不会白死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等你，徐大娘子。夫人，回屋吧。香竹，你觉得是怀州的夜风冷，还是京城的夜风冷？夫人，奴婢不知。跟京城相比，怀州的天气更加湿冷一些。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京城。即使可以回去，只怕我连那里的路都已经记不得了。就这么散了？不能吧？事到如今，我也说不准了。也许从一开始，我们便选错了路。那我明日还要不要去东市将那小子寻来？缓缓再说吧。
谁呀？齐大娘子，是我，快开门！怎么了？成了，这事成了。什么成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下午回绣庄，愁得我直薅头发。可是啊，这刚入夜，国公府就派人来通报，足足带了100贯钱，说国公夫人订了我们的怀金绣，让我们日夜赶工，越快越好。我还想问你，是不是你又去国公府和那国公夫人说了什么呀？刘捕头，明日还需劳烦您再跑一趟了。罗老大，见过娄相公，妾身孟婉，还请娄相公为丽如兰一案沉冤昭雪。坐。谢过娄相公。周家官人600多，孙家小儿1贯，郑家举子2贯。公子，看看身旁，看看这个。好，看这个安神助眠呐。安神助眠。7年前偷遍怀州府的李小手李秀才，如今这技艺又精进不少啊。兄台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认得我？刘捕头，别来无恙啊。 7年前被抓入大牢，多亏了你给了我1枚铜钱，才买了金疮药，保住了一条好腿。今儿的账得还呢。